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2月6号，星期六啊，66大顺。今天呢来说两件事儿，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啊是有关于黄金的问题，也就是有关于钱的事儿啊。哎呀，想不到啊，想不到，之前有句话叫做什么？盛世藏黄金，乱世呢也要藏黄金。但是想不到啊，想不到呀。想不到共产党怎么可能想不到中国老百姓会通过囤黄金的方式来躲避自己的资产被共产党给共产掉，对吧？想不到的都是笨蛋。这种通过买黄金的方式来避免自己的钱变成数字货币，共产党肯定会想到的。所以呢，你们懂的。去年到今年炒黄金买黄金的人啊，尤其是高位买黄金的人，或者是想用黄金保命保财的人啊，你们今天啊应该仔细的把这个节目听完了，尤其是买了大量黄金的人啊，你们完蛋了，真的完蛋了。用面具人我常说的口头禅，那就是出大事了，出大事了，不得了了。来看今天的标题，太劲爆了，数字货币换黄金，强制的，这招太狠了，藏黄金保财，你做梦吧，太劲爆了。猫神老家大海掀翻小池塘，14人遇难，拜登想打核战争。咱们今天就讲这些事儿啊。先来说说这个大海掀翻小池塘的事儿，毕竟嘛，人命关天。至于你们的钱和黄金要被共产的事儿，以及一些应对方法啊，咱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再讲。好了，先来说第一件事儿啊，想听拜登打核战争的事儿啊，那个事儿咱们放在节目最后再讲，因为那个事儿太猛了啊。2月4日凌晨12点的时候，宿松县下仓镇马山村的14位村民坐船到博湖望江水域捕鱼，不慎船只侧翻。船只侧翻以后呢，3人自救上了岸，11人呢失联了。2月5日上午，接到群众报警以后，宿松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县主要的领导立即赶赴现场，组织公安、消防、渔政执法大队、蓝天救援队等力量全力开展搜救工作。截止2月5日下午，经过全力搜救，找啊找，捞啊捞，终于把10名失联人员已经搜救上岸。可惜的是，这10人的灵魂已经上了天堂了。在这里啊，面具人要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人啊，刚溺水的时候，一般呢是会沉下去的。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因为体内胀气，进水浮肿，又会飘上来。在这个时候，等你找到飘上来的人，那人呢已经凉透了，没戏了。所以你看啊，他们就算找到了这10个失踪人员，那他们也已经，你们懂的。11人里面只找到了10个人，等于说还有1名失联人员，目前呢还在紧急搜救之中。那这个没找到的人呢，大概率呢也是凉透了。不过呢，不排除有生还的可能，只是概率极低极低。但是呢，总比找到的已经不行的这种生还的概率是高很多嘛。一个是未确定事件，一个是已确定事件。我这不是废话吗？这种翻船事件啊，出了如此大的伤亡，往往是因为船只的质量不行，并且呢，船上的救生装备不合格。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船员的专业素养不够。因为这种船并非是在远海、大海中翻船的。你说你在汪洋大海中翻船了，你就算淹不死，你也会被饿死、渴死，知道吗？他这种船也就是普通水域捞个鱼什么的，各方面安全设施满足的话，就算翻船了也不至于团灭的。所以说呢，中国这种安全意识、安全设施的质量问题很重要，并且呢，中国总是出现类似的事情。但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国经常发生的什么矿难呀、海难呀，其中80%都是可以避免的，你们知道不？可是为什么最终还酿成了严重的事故呢？答案很简单，中国社会非常容易激发人性的黑暗面，激发人性的无底线。
这些老板或者领导为了节省成本、提高利润，让自己的员工进行高强度的劳动之余，他们也并不会给这些员工配备什么安全保障，反而呢会在安全保障、安全设施直接给你偷工减料，用假冒伪劣最便宜的那种，为了省钱，顺便呢把人命也省了。这个虽然和中国的高压社会环境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这也并不能成为这些老板草菅人命的理由，并且呢这并不是你死我活的事儿，无非就是多赚点少赚点的问题。你看很多的煤老板有钱养小三儿、喝茅台、赌博、打牌，就是没钱给别人把防护设施买好一点，这就是一个人的道德沦丧。墙外的民主战神也是一样的道德沦丧。你们看这个案件发生的地方在安徽啊，这个可是猫神的老家啊。你们看看，说到猫神对于他老家发生了如此惨痛的事故提都没有提啊。那面具人我就要吐槽一下猫神了。你老家的人团灭了，你还在忙着反拜登呢。美国人啊有自己的选票和议会，不用您这个民主女神操心。您真有那个闲工夫，你多替国内的这些可怜人发声吧。你有那在那儿天天造谣的功夫，你不如给国内的可怜人发声吧。还秀绿卡，你和 ABC 阿里打赌啊，要2万美金赌这个绿卡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你要秀，你要赌，赶紧呀！你有2万块钱赌，你不如捐给国内的这些可怜人，对不对？你看国内的人赚钱多不容易，还要面临这么大的危险，并且呢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对吧？有6亿人一个月工资不到1000块，你不如把钱给他们呀，对不对？那个莫茶无花宴不是都饿得不行了吗？对吧？观众朋友们啊，看明白了没有？什么叫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些人宁愿去拿钱打赌，他也不愿意去关注这些可怜人的疾苦。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说的就是富人富而不仁，宁可让美味佳肴烂掉，也不去接济穷人，让穷苦大众活活饿死冻死。这首诗的作者是杜甫啊，是一个非常有追求的富二代。杜甫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对不对？艺术家。为什么说杜甫是个富二代呢？你们看啊，杜甫有个官爸爸和文豪爷爷。杜甫的爷爷杜审言是初唐的大文豪，被誉为中国五言律诗的奠基人，所以呢，杜甫每当提起他爷爷都是满脸的骄傲。那他爷爷是名人，他的爸爸是当官的，所以呢，从小生长在京城大院里面的杜甫，他的生活自然也是非常优越的。面具人之前讲过，富家子弟的同理心往往都是很差的，类似于郑爽这类人。但是为何杜甫会有很强的同理心呢？因为杜甫受到了乐善好施的李白的影响。没错，这俩是同时期的人，并且呢还是好基友。32岁的杜甫在洛阳旅游时遇到了刚被唐玄宗赐赏的李白，于是呢2个大龄男青年就被对方彼此的才华所吸引住，然后呢他们就开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漫长的蜜月之旅。两人一起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把酒言欢。总之是李白让杜甫想起了自己还有理想。李白的这种豁达博爱，走到哪儿施舍到哪儿，走到哪儿都交朋友的作风触动了杜甫。李白还真的是喜欢做慈善。李白春游一次施舍的钱换算成如今的人民币差不多有200多万，并且呢李白还经常这样做。我们看周星驰电影里面的那种走在路上，今天到哪儿花钱呢？兄弟，借点钱花花。好啊，可是我为什么要给你钱呢？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快点把钱拿出来吧你！好吧，
但是你要听我念首诗：床前明月光，锄禾日当午。哦，拿来吧你！我这辈子最讨厌娘娘腔了。李白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呢，李白的这个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杜甫。那杜甫呢，后来也是非常慷慨乐善好施的。杜甫的人生呢，也是因为过于耿直，心里面藏不住事儿，但又非常聪明，非常有才华。他总是被人赏识，然后呢又得罪人，又被人赏识，然后呢又得罪人，当官被贬，当官被贬，人生就是这样起起落落了好几回。在自己的晚期，总算是亲自在贵族和底层中游走了好几圈，看尽人间冷暖，最终呢过上了闲云野鹤的日子。那杜甫如此丰富的经历，也是导致他更加有同情心的，更加能够了解底层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所以说呢，一个人受到的教育很重要，一个人的经历也很重要。经历的过程就是受教育的过程嘛。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年轻人做事儿往往是比较极端莽撞的，而年龄大的人做事儿相对温和许多。如果你一把年纪了，再非常的莽撞和极端，没有同情心，只能说明这个人的教育和经历有问题。说到这儿啊，像是国内经常发生什么矿难呀和海难的这种事儿，已经是不新鲜了，经常发生。可是经常发生，为什么大家还要报道这种事儿呢？大家已经看腻了，觉得不新鲜了，没意思了，是吧？听腻了，看腻了，那既然大家都已经腻了，为什么还要报道这种事儿呢？没意思嘛，是不是？观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想法呢？如果有，很抱歉，你们有这种想法，证明你正处于人性丧失的阶段。实际上呢，对人间疾苦的冷漠或者不关注都是不好的。当然了，凡事要有度，过度了也可能会导致自己麻木，这个就是共产党常常利用的招数，让你们对痛苦已经麻木了。但是呢，我们要时刻的提醒自己，人间还是有很多疾苦的，我们需要关注他们，我们需要替他们发声。人越是自己生活过得优越的时候，越是应该去关注悲剧。很多人会说，哎呀，谁没事去关注悲剧呀？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找不自在吗？不是这样的。这种想法只建立在一种心理状态上，那就是人应该是只追求令自己开心高兴的事物的自私心态。所以说，觉得看悲剧是没事找事找不自在的这种心态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年轻人可能会有这种状态，就像小孩子喜欢喝酸甜的饮料，而人到了中年则要喝口感复杂的各种酒类了。愉悦的层次和境界向来不同，难受往往会来自更深的审美体验。首先呢，人类对于苦难痛苦的理解是远大于快乐的，因为真正快乐的人很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是在经历苦难，就是在对苦难反思。人类有两个永恒的底层动机，那就是逃避痛苦和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力量是追求快乐的很多倍。美国的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唯有痛苦才能带来教益。这个益是益处的益，更准确的来说，就是唯有痛苦才能给人带来好的教训。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追求幸福的生活，从为了食物、为了水源争得你死我活，到现在企业之间斗智斗勇，国家之间尔虞我诈。我们从来都是在追求那个美好的理想世界，可是这路上是一路的艰难险阻，没有那么顺风顺水。别人的悲剧呢，就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否则呢，就会成为我们自己的悲剧。悲剧告诫我们，不要在欲望的深渊中迷失了方向。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越来越人情淡薄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状态。其一呢，就是肉体生活确实是过度辛苦。其二呢，就是共产社会无悲剧。
情势永远一片大好。其实悲剧反而会让人懂得什么才是值得爱的，什么才是应当被敬畏的。所以悲剧并不是消极的，它是有非常大的正面价值的。只是现在共产国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国内只上映喜剧，共产社会无悲剧。可是呢，国际上到处都是悲剧啊！国外一片水深火热，国内到处歌舞升平。我们墙内只有喜剧。那按照西方的意思来说，就是当国家处于下降的时候，往往是喜剧横行；当国家处于上升时期时，是悲剧占主导地位的。可是你看中国经历了疫情之后的中共，它是上升还是下降呢？中国人是喜欢悲剧呢，还是喜欢喜剧呢？貌似西方的这个理论在中国特色下不好使了。但是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啊，它就是这样，他就是生活在一个无悲剧的环境里，这是真的。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悲剧有什么价值，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现实生活里的纯粹的悲剧。这是现实生活里的纯粹的悲剧，就像郑爽、李天一，对吧？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缺乏悲剧，并且呢，他们还创造悲剧。大家观察一下啊，越是悲剧的人越想逃避悲剧，可是呢，越是逃避悲剧，他就越是无法成长，于是呢，他就越来越悲剧，以至于你看中国社会人权越是劣化，老百姓苦中作乐的方式也就越来越多。像疫情的时候，把大家封在门里面，抖音上面到处上传在家里面各种花式的自娱自乐，对吧？中国人越是受到苦难，越是会激发他的阿 Q 精神，他自我沉醉的方式也就越来越多。那这样的话，他意识不到自己的人权在变差，那中国的人权也就会越来越差。这是一个死循环，无限的循环下去，直到有聪明人跳出这个循环。所以你看面具人我的节目总是讲负面的东西，总是讲刺激人心脏的东西，但是有很多观众啊，确实通过看了面具人的节目自强了起来，开始不依靠外界的鸡汤了，而是真正的行动起来，着手改善自己的生活，并不是把自己的希望、把自己的命赌在什么五行八卦、灭共战神、美国要打过来的这种虚假繁荣的梦里面。所以说，多看面具人的节目还是有好处的。我让你接近现实，而别人呢，可能会让你离现实越来越远。好了，接下来要讲咱们今天最重磅的内容啊。这个内容呢，确实是个悲剧，大家也应该看，对不对？你们做好准备啊！刚才面具人已经说过了要看悲剧的重要性了吧？现在就给你们说一个你们每个人都要面临的悲剧哦。给大家看这则新闻啊。中共发表了一篇标题名为《深圳支持黄金珠宝消费券试点数字货币，探索设立黄金特色银行》。2月4日，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网站上发布了关于支持罗湖区黄金金融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提出支持黄金珠宝消费券试点数字货币，打造全国黄金消费、黄金投资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基地。也就是说，数字货币要全面的融入黄金消费、黄金投资产品与黄金服务，懂了没？若干措施还提出探索设立黄金特色银行，支持在罗湖区探索设立开展黄金等特色业务的民间银行，开展黄金借贷、黄金回存等业务，开发积存金、黄金活期、黄金定期等黄金生息型财富管理产品。市区2级政府可根据金融业支持政策给予相应的落户奖励。说到这儿，大家记起来没有？之前共产党曾经试水过，发布消息说央行数字货币不能兑换黄金和外汇，对吧？后来呢，因为民间的反弹太大，然后呢，这个事儿又被糊弄过去了但是共产党的本意是不想拿数字货币去换黄金的，也就是说，老百姓的数字货币只是数字货币，并不能用来买黄金这种硬通货，对吧？
那怎么现在又可以用数字货币买黄金了呢？你看这个文章的风向很明显嘛，中共它就是要推动拿数字货币交易黄金嘛，对不对？那现在既然可以用数字货币买黄金了，那这应该是好事呀，对不对？观众朋友们，你认为共产党会有这么善良吗？共产党他既然要推出数字货币，那他还为什么要让你们口袋里面的钱，让你们的数字货币财富变现呢？数字货币不像人民币是国际流通的，全世界各国都有人民币存量，所以呢，人民币的涨跌是受全世界政府监管的，不是中共一个人说的算的。所以呢，人民币是可以全球变现流通的。但是数字货币它没有世界信用背书，完完全全就是中共一个人持有，完完全全就是中共说的算，他想发多少涨跌多少，能买什么不能买什么都是中共控制的，对吧？这一点面具人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没有任何疑问吧？那这数字货币就等于是不能变现的嘛，对吧？共产党想让你变现就变现，不想让你变现你就变不了现嘛，专款专用嘛。现在共产党又说在黄金珠宝消费试点试行数字货币，等于说数字货币又能变现买卖硬通货了，对吧？那这和央行数字货币的理念是冲突的。那党他为啥要这么做呢？嘿嘿嘿，为什么呢？给你们5秒钟思考一下啊。你们可以把这个答案先输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区，做个笔记，然后呢，听完今天的节目，你就可以回忆复习一下，看你现在记下的这个答案准不准，智商有没有提高啊？如果你自己的答案是错的，那你就可以翻留言看到你自己错在哪儿了，那你就可以回忆起来自己的思维盲区具体在哪儿了，从而让自己进步嘛，让自己的智商变得更高嘛，对吧？好。咱们倒数10秒钟吧，5秒钟我怕你们来不及记录啊。10、9、8、7、6、5，敌军还有30秒抵达战场，消灭他们。再倒数30秒啊，开玩笑开玩笑，5秒应该已经过去了，想到了没有？面具人有时候都觉得共产党的这种小技巧、摆地摊的骗术这么 low 逼的，可是呢每一次还都能奏效。好，那这次呢我们就要引以为戒了啊！大家都把答案记好了啊！面具人来给你们揭晓谜底了。这中间啊，共产党又说让数字货币能换黄金了，这中间是有大窍门的啊！国家有一则公告，里面有几个细则，其实说粗暴一点呢，就是抢劫老百姓的私藏黄金，但是共产党用的手法却是非常的有创意，很温柔。有多温柔呢？你听面具人我给你讲。推动黄金金融产品的创新，支持金融机构整合行业资源，创新发展黄金金融产品与服务，支持银行理财子公司创新发展挂钩黄金以及其衍生品的中长期权益类黄金理财产品，提升黄金资产配置与财富管理服务，支持基金公司开发上海金 ETF， 探索设立发行新型黄金投资产品，鼓励保险机构依托上海黄金交易所试点探索保险资金投资黄金商品，支持信托、金融租赁等金融机构开发面向特定客户的个性化黄金金融产品，支持黄金珠宝企业联合消费金融公司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创新黄金珠宝消费金融产品市场。他说的这个内容啊比较复杂啊，面具人给你们说直白一点，也就是说从黄金的终端到金融产品，比如资金端、期货端、垫付端、理财端、借贷端、存储端，一直到销售终端，所有涉及到黄金和资金的地方，全部都要用数字货币结算。这样说通俗易懂了吧？其实这还不算啥，真正恐怖的是这句话：打造黄金回购区域品牌，支持罗湖区制定并定期发布黄金回购的指导价格，探索非标准和标准化的定价模式啊，非标准标准化，共产党通吃。你可以看出来啊，
共产党想用数字货币无死角地包裹黄金这块全部的业务，通过鼓励银行联合精炼厂、黄金珠宝等企业和机构，通过技术渠道等创新，优化黄金珠宝回购业务，打造标准化、公开透明、方便安全及客户信赖的区域黄金回购市场。黄金回购知道是什么意思吧？说白了就是黄金收购，这是断定你手中的黄金是否值钱的关键中的关键。你说你的黄金是假的，那不值钱，为啥？因为卖不出去，没人收。那现在黄金回购要用数字货币了，也就是说，这些黄金企业、黄金店铺终端机构，他们的现金流是被数字货币控制的。不仅如此，他们以后回收你手中的黄金，也是用数字货币回收。你把黄金给到他，他把数字货币给到你，不是给到你，是扫给你，懂了吧？什么？你不想要数字货币？那行呀，你不要数字货币，你别卖嘛，懂了吗？你就别变现。你不要数字货币，你的黄金就是废的，就卖不成。说到这儿，可能就会有人想国内卖不了，我拿到国外去卖行不行？喂，观众朋友们，你们当共产党是傻的吗？你都能想到，共产党想不到吗？海关人家会放行你的黄金寄出去吗？你坐飞机，人家的扫描机不会扫描出来报警吗？你想的太简单了吧？并且呢，共产党说不定以后会立法，立一个不准把黄金带到国外的这种恶法，你带出去你就是违法，懂了没？可以判你。所以说共产党肯定是不可能让你把黄金运出去的，懂吧？那怎么办？你只能等着黄金放到你死掉，你也变不了现钞，共产党不倒，数字货币一直在。要么呢，你实在没钱花了，你要吃饭呀，你要看病呀，你要养老呀，如此大的压力，你迟早还是需要把你的黄金卖成数字货币的，对不对？你卖出去的是黄金，拿到的是央行数字货币，而这个数字货币，共产党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敲敲键盘的事儿嘛。共产党用不值钱的虚拟数字逼迫你把黄金卖出来。观众朋友们，你说这算不算是非常温柔的抢劫方式呢？不用刀子，不用棒子，乖乖的让你把黄金交出来。你不信？你不交？好呀，物价给你上升点儿，税给你加一点儿，医药费给你加一点儿，再暴雷一些投资项目，再增加一下你的消费，把通货膨胀再拉大一点儿。昨天咱们不是讲了吗？定存利息也给你取消了，这会直接导致通货膨胀的速度上升的。你看是你能扛得住，还是习近平能扛得住？对不对？所以说呢，数字货币这个东西非常的可怕，党是完完全全的开启上帝模式，把所有的环节都能控制住。以后中国没有现钞这个概念，并且呢，专款专用，数字货币是可以控制专款专用的，这个很可怕。而且你的黄金以后说不定就成了黄金券了，买黄金的钱只能用来非常有限的去消费某些东西，懂了没？他以后可以把货币分门别类的让你定向消费，这就很可怕了。买房的钱只能卖房，卖房的钱只能买房，对不对？那至于怎么应对这个事儿大家仔细的观察一下最近的黄金走势尤其是国内黄金走势一直在跌。那这些人呢，他们其实都是在出货跑路，因为这些人的消息比你们灵通的多他们肯定也知道共产党现在盯上了老百姓的黄金了，赶紧套现走人吧，懂了没？那至于怎么套现这中间呢有一些灰色地带，面具人我还不能在节目上说，否则呢就会有一些打广告的嫌疑嘛并且呢一些链接呀啥的我也不能放在这上面。反正一句话共产党
他就是要盯着你们的钱啊！你自己不想办法改变，那你就等着被共产呗！别怪别人没提醒你嘛。为什么说要去看别人的悲剧呢？看别人的悲剧，一方面呢，咱们能帮就帮；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防止别人的悲剧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对不对？吸取教训嘛，对吧？从别人身上吸取教训，那也是吸取教训嘛，是不是？那至于更多的一些细节，大家想要了解的，就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留言区看置顶留言，给我发邮件，或者是加我的 LINE 号，或者你看影片的内容简介也能联系上我啊。好了，继续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另外一个爆炸消息啊，那就是拜登要打核战。这是怎么回事呢？美国的战略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查尔斯·理查德在海军学院期刊2月的期刊上面撰文说，中俄两国都开始使用力量手段和武力威胁挑战国际准则，认为冷战后与核大国的对手不可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警告说，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虽然很低，但不是不可能。大家记住啊，这种话是美国先讲出来的。那这种话放在国际政治上面来看啊，已经是非常严重的警告了，你们知道吗？核武器啊，司令官发出来的话啊，这不是开玩笑呢，懂了没？这就表明了美国是做好了使用核武器的准备了。那这个话说出来，美国人、中国的高层都应该是要做思想准备了。还记得中共之前说过什么话？不行，咱们就打核战争呀，对不对？中共修改武器条例，把这个条例改成了可以使用核武器主动攻击，并且呢，之前中国的这个公知谋士不是还在微博上面说了，中国的核武器够把整个地球炸掉，是不是？中国发表这些疯狂言论，可是在川普时期啊。那川普在位的时候，对这种事儿啊，就是装作没看见啊，不回应，对不对？可是你看拜登啊，是个狠人，打核武器是吧？打核战争是吧？你中共叫嚣着要玩核弹是不是？玩就玩呀，打就打呀，啊！你说你想打，那我这边美国也发声明说，我不排除使用核武器了。不排除的意思就是，咱们都使用核武器嘛，来嘛。我也不排除使用武装冲突呀，甚至核弹嘛。来，你习近平动一下试试，看看是你牛逼还是我牛逼？你习近平真的是想看看我美国的黑科技是不是？来试一下，来，你玩核武器吗？你玩核武器，我也玩呀，对吧？川普可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啊。然后你们再结合一下拜登的经历来看啊，拜登支持打伊拉克。拜登支持打利比亚，哪次开战拜登怂过，对不对？拜登上台至今没屌过习近平，至今还和中国没有进行过首脑级别的对话。你说什么国务卿呀，还有杨洁篪呀，那都是扯淡，知道吧？没有进行过对话啊，这是真的。而且呢，拜登的3条航母直接开到了中共家门口附近了。现在呢，你们看啊，拜登上台了以后，英国也敢加入 TPP 了。这个事儿啊，面具人当时也判断的非常准。当时在聊英国脱欧的事情的时候，面具人我是不是说了，英国脱了欧就必然会加入 TPP， 这是他必经之路。结果呢，你看面具人我说的准不准啊？还有很多五毛网军到处抹黑面具人啊，说面具人的判断能力不行啊，说川普绝对连任。结果呢，你看，哎，听了面具人我节目的人啊，买拜登赢的，现在赚钱了，是不是啊？而且呢，面具人我说赶紧换外汇，面具人我没有提倡过你们换黄金啊，因为我知道共产党他会有办法搞你们的黄金的，并且我原来在讲数字货币的节目中讲过啊，共产党会有办法抢走你们的黄金的，把钱挪到海外是最安全的。结果呢，看我说的预言又实现了，对不对？然后我说 RCEP， 看这个 RCEP， 习近平努力的在推动，拜登只能是
加强 TPP 来对抗习近平，否则呢，美国的外部经济来源将会被中国锁死，知道不？美国不得不这么做，美国不这么做，他就断奶了，懂了吗？而且拜登最近准备拉台湾进 TPP， 这样做的话，就会解决台湾对大陆经济依赖的问题，知道吗？台湾现在的很大的软肋就是对大陆经济依赖非常高，所以呢，台湾讲话硬不起来。一方面呢要反共，一方面呢他又不敢反，他要赚中国的钱嘛，对不对？而且大家仔细看拜登现在提高了难民的接收，增加了弱国对美国的支持度，这样是有好处的。你接收大量的移民，就算是难民对你国内的人口的繁荣也是非常有优势的。你别说这些移民怎么了，坑蒙拐骗了。面具人，我告诉你移民难民的犯罪率远低于本土的这个居民，懂了没？本土的公民，知道不？因为难民移民，他拿避难签证的这些人他是苦日子过来的，并且呢，他如果犯事的话，他就会把他千方百计的逃难和移民这个功亏一篑了，懂了吗？他就又要回到他的伟大的祖国了，回到他的难民营了，知道吗？因为他一犯事，他不像公民，公民犯事了，你把他驱赶不掉。难民移民哪怕是打个架，人家报警，这个美国都有理由驱赶你，驱逐你的，懂了没？所以说难民的犯罪率比这个本地公民要低很多大家不信去问随便一个美国律师那美国的人口如果不继续繁荣下去那美国未来老龄化的问题就会导致社会崩溃。美国福利高呀，美国福利高了以后，没有年轻的劳动力来维持这个福利的话，就没人来赡养老人了，知道不？就没人来赡养病人了，没人来交税了。这样的话，社会就会出现结构性的崩溃的。如果说美国现在不解决美国现在的老龄化已经很严重了，20年内美国的人口必然暴雷，到那个时候后患无穷你们也别说难民怎么了，中国几十年前都是难民，对不对？中国那边大批量的饿死人呢，对吧？几十年前大饥荒、文革死了多少人？中国人那时候连难民都不如，那叫饥民，懂不懂？难民人家还不至于饿死，饥民那就是马上就被饿死的了，懂了没？结果呢，你看短短的几十年，中共就从人口红利、从劳动力、从市场上面取得了巨大的优势，对不对？你说人是不可教化的吗？那当然不是呀，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每个人都有变好的可能性就算他爸他妈再坏他孩子正常教育，那也是能变成人才的，对不对？你们的眼光为什么说保守派呀、反移民呀你们越喊这些东西，你越当不了贵族呢，你越是在底层游走呢，就是因为你不具备这些战略家的眼光呀你底层的没文化的人，连一天官都没当过的人，你也知道反移民，你也知道保守主义那这些高文化的谋士、知识精英，人家不知道人家当官的管了几万人、管了几亿人的人，人家不知道拿脑子换位思考想一下嘛，对不对？尤其是中共这种贵族治理体系他深切的知道人口才是他最重要的武器，对不对？中国他大量接收弱国的移民大量接收这些亚非拉国家的人，甚至给他们福利，在这一点上面中国做的比欧美要好，你知道吗？所以说中国在弱国的这些信誉度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他大量接收弱民呀虽然说这个弱民他现在过来，但是你不代表他没有变强的可能性他本人没有变强的可能性，你不代表他下一代没有变强的可能性嘛，对不对？中共把这种问题看得很明白，因为中共自身就是这种事件的经历者从中国几十年前大量的饥民到现在呢
凭借着人口绑架全世界。你不要光说人口代表劳动力，人口它还代表的更多的是消费市场，懂了没？而且现在人类的科技想要完全替代人力，那你最少再等个100-200年以后，懂了没？100-200年以后，那换了多少代人了？几十代人了，对不对？你在那想啥呢？现在眼前的问题必须要解决呀，对不对？中国它吸收了很多弱国的选票，吸收弱国的移民，说白了就是在抢人啊。对于弱国的援助每个强国都会做，无论是中国、俄国、德国、美国、日本，每年都有大量的外援经费，懂了没？而且你看非洲、中东有大量的矿产和资源不去赚白不赚呀，对不对？你保守派，你保守主义，那你闭关锁国嘛，学金正恩嘛，搞内循环嘛，对吧？现在全世界的人口都在逐渐的走向老龄化，知道不？现在是一个抢人的年代，你抢到了人，就有可能抢到人才，就有可能抢到劳动力你至于说什么坑蒙拐骗呀，哪儿都有坑蒙拐骗的事儿中国的坑蒙拐骗不多吗？日本没有坑蒙拐骗吗？巴西没有坑蒙拐骗吗？哪儿都有好人，哪儿都有坏人，你不能以偏概全。那你说坑蒙拐骗你怕他干啥吗？你坑蒙拐骗人家有警察呀，有这个法律呀，对不对？你怕啥吗？你意思是不相信法律了，不相信警察了，觉得这个坑蒙拐骗的人无法无天了，治不了了？那你既然不相信美国的法律，美国的警察能管理好这些坑蒙拐骗的人，那你就回中国呀，你回中国，你看你被人骗了，你看你被人打了，警察局管你不？对不对？所以说很多强国都是需要弱国给他做附庸的给他当吹鼓手的，甚至给他上供的美国这个时候加强了对弱国的吸引力，对习近平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因为习近平也在做这方面的事儿那美国这个时候来插一脚，也来干这个事儿的话，那美国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可能会高于中共。虽然说美国前面几年因为什么保守主义退缩主义败了一点人品，但是呢，美国的这个百年信誉还是在的民主灯塔这个自由平等的这个精神还是在的。这方面别的国家人家也清楚比中共好太多了，人权方面，对不对？那习近平一看到美国也跟他抢人抢选票的时候，习近平就要头疼了而且你看拜登让美国重返欧盟、东盟，拉台湾控盘亚洲让台湾进入 TPP 以后，那台湾就能主导这些 TPP 沿线上面的亚洲上面的很大程度上面的事务，对不对？但是呢，你看拜登又让台湾走一中政策，对吧？这个有点矛盾。而且你仔细看拜登嘴上说让台湾走一中政策，但是他的战舰又开到台海，这就类似于伸手不打笑脸人的战术，懂了没？现在没必要硬刚中共我跟你玩不了硬的，我就给你玩阴的，懂了没？笑里藏刀，知道不？我给你称兄道弟，但是呢，我背后想要怎么拿刀捅你，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大家仔细想一下去年的台湾大选嘛，柯文哲为什么会被郭台铭顶掉？大家想想，而且柯文哲是紧急的被郭台铭摆了一道，因为习近平看出来了，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是绑架中共、敲诈习近平的口号。川普也不喜欢柯文哲，因为两岸一家亲可以敲诈美国，也可以敲诈中共，懂了没？美国和中共都能敲诈，这是类似于菲律宾的那种谁给我钱我和谁交朋友的思路。菲律宾说我跟中国是好朋友，中国给我钱，结果呢，你看拿了钱的菲律宾处处在南海上面跟中共作对，对吧？你美国不帮他还不行现在你看这个预防针钱武器大家都是送给他，对不对？嘴上说的好听
口蜜腹剑，这才是最可怕的。总比你干什么喜怒完全表露在了你的表情上面，你想干个啥，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那这种傻子是没人怕的。真正可怕的就是那种口蜜腹剑的、笑里藏刀的啊！你看他跟你称兄道弟的，但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阴你一下的这种人是最可怕的，知道不？那拜登现在啊，在欧盟呀、东盟呀、台海呀多点开花。东盟这边，拜登也已经想出来了处理缅甸的方式了。那这个话题啊，我另外一个节目再给你们揭秘。拜登现在正在一点点的拔掉中共的蜈蚣腿，知道不？真正可怕的就是，我跟你表面上称兄道弟，背后里面你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你现在想想这种人，你心里面害怕不？啊，让你在嘻嘻哈哈、快快乐乐当中啊，不知不觉的就被捅两下，你感受一下，这种人可怕不？还是说川普那种，我要干啥了？我有王牌，我要干啥了？他想干啥，你完全清清楚楚，对不对？重新控盘世界的美国啊，会让中共在川普4年内啊，中共不是大力扩张吗？中共的这些4年来的收获啊，他会面临破产的风险。拜登说，他上任2周以来啊，已经和多位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领袖通话，包括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德国、法国、北约、日本、南韩、澳洲，重新培养合作的惯例，并重建民主同盟的实力。盟国是美国最大的资产，懂了没？拜登说这个话没错。美国2战以来在全世界割韭菜，知道不？他从全世界都赚钱了。所以说盟国是美国最大的资产，这是一句大实话。拜登想要以外交来发挥领导的作用，美国将与盟国和关键伙伴再次并肩地站在一起。拜登也强调，以外交来发挥领导作用，在符合美国的利益，并且能增进美国人民安全的情况下，与对手和竞争者进行外交接触。美国将从优势地位展开竞争，方式是将国内建设得更好，与盟国与伙伴合作，更新美国在国际机构的角色，恢复美国的信誉和道德权威。因此呢，美国开始恢复在国际上的参与，重新赢得领导地位，并催化应对共同挑战的全球行动。听懂了没？拜登的脑子很清楚，美国的信誉和道德是他的影响力的根基啊！美国的信誉破产了以后，没人跟你玩了，你连个盟友都没有了，那你就完蛋了，知道吗？拜登这2周做的事儿啊，拜登仅仅上任了2周啊，他比川普4年下的手都狠。几艘航母开过去，现在正在从外围一点一点的削弱中共的影响力，等于说很有可能让中共的投资和努力白费了，知道不？并且呢，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啊，第一个敢抓中共高官的领导人特鲁多被大外宣抹黑成软蛋啊，缅甸的军政府叛变被洗白成了人类的救星啊，从不怂开战的拜登也被抹黑成软蛋。这个宇宙太疯狂，大海掀翻小池塘，习近平压力山大。